真的是纯正的5分熟，1分都不多。现在烤肉店都已经这么卷了吗？怎么一个烤肉都可以有这么多花样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迪。今天又在表参道找到了家预制的烤肉店，现在就来看看他们家有什么新鲜玩意儿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，这个口罩都快遮不住我脸了。感觉能修在这个地方的烤肉肯定不便宜。こんにちは。6です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这是我们点的限定套餐，去看懂的一个稀少部位。第一个小菜是这个豆腐，比较像那种甜口的豆腐脑，然后给我们上了巨多的泡菜，有一瞬间还以为自己在韩国烤肉店。第一个前菜是凉拌毛肚丝，感觉这个好像在国内经常吃。然后下一个菜是实打实给我上了2片生肉，还是100%生的那种。为什么不能锅热了再拿上来？那样的话我还可以烤2下。然后第3个前菜又是一个半生不熟的东西，生鸡蛋拌牛肉粒，我们就姑且尝一口吧。它是有照烧酱在里面的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比刚才好吃多了。然后今天的第一个烤肉是牛心，我看小姐姐基本上烤了3秒钟就拿起来了，但是让我震惊的是，这个真的是巨好吃。它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盐，把牛心的胆固醇味道衬托得很鲜美。接下来这块是火锅尼库，就是牛脸颊上的肉，这块肉的特点就是特别的松软，也算是一个稀少部位。这种肉就很适合后切，因为它嚼起来不费劲，因为它很肥，所以它在嘴巴里一下就摊开了。再来口刚才的萝卜泡菜，特别的爽口。然后是一块巨大的厚切牛舌，我发现这种餐厅就是贵虽然贵，但是食材都用的还是挺好的，人均大概快1000。好了，说回下一个菜，就是心脏的横膈膜肉，这块肉的汁水非常的多，就是又软又甜的口感。然而只有这么一块，它里面还有一点点软筋的那种口感，吃起来还挺嫩滑的。但是 emo 只在一瞬间，生的 A5 和牛寿司，这个必须得加点芥末了。但是你想，它其实就是寿司啊，寿司不就是生的吗？这样想好像也很合理。还好赶紧给我上了一盘比较正宗的雪花，脂肪特别的多。这个肉肥到在流水，我跟人加起来时候它都在滴那个油。我们看它加起来的样子就知道它有多软嫩的，但这个吃一块真的就够了。哎，你们看这个肉，它烤了超过3秒嘛，小姐姐就是把肉摊开，然后卷起来就直接加给我们了。我和小葵都震惊了，这个看上去好像只有一点点是熟的，蘸一点烤肉酱我们就可以放到碗里了。它是要裹着这坨很可爱的米饭吃。唐型做了一个烤肉寿司，就是和牛的甜味和下面寿司米的甜味是不一样的，就2种甜味混合双打，非常的美妙。绝子又是一坨很好看的雪花厚切，这块烤的就比较久了，烤好之后会放到一个盛了酱油的碗里，里面还有一坨白萝卜泥，其实放一点在上面就可以了，这样吃起来就会压住雪花的油腻，这样一口塞嘴里就很过瘾。这个搭配是科学的。然后接下来直接端到一个锅上了，接下来应该就是寿喜烧了，里面那个棕色的汤就是寿喜锅的味道，然后还会在上面切很多的黑松露，他们家这个黑松露感觉还是有点来头，味道特别的大。然后和匀之后就可以吃了。然后剩下的鸡蛋液和寿喜锅的汤还可以再做一碗米饭，就是它是汽油的味道配松露，这种还有点好吃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 soba， 这个又是什么操作啊？我是吃不下了。但他们家这个甜品还有点意思，是一个堆成山的咖啡刨冰，还配了一碗黑色的不明物体。它这个太黑了，我相机都拍不出来。吃进去之后发现它其实是某种甜豆，感觉今天这家店是真的挺有创意的。阿奇推荐指数8分，啥玩意儿？鳗鱼这种东西还是且吃且珍惜吧，毕竟正宗的日本鳗梨店是越来越少了，能在东京发掘到这样的老店还是算我幸运。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，我现在好饿，我感觉我要死了。今天这个也是一家老店，在浅草。在日本像这种比较正宗一点的鳗梨店一般都有很久的历史，看店里的装修和服务员的年龄你就知道了。然后这个菜单全是用毛笔写的画的，虽然很好看，但是读起来太吃力了。いいです。今天的第一个前菜是烤鳗鱼干，大部分的鳗梨店都会有这个菜，因为鳗鱼干有一种独特的苦涩的香味，苦香的还挺特别。然后这一碗是葱拌鳗鱼内脏，就不只是干了，感觉甚至有点像我们的卤味儿，只不过这是甜口的。然后今天的主菜来了，白烤鳗鱼茶泡饭，它这个还不是蒲烧鳗鱼，它家是在白味烤了之后，再在上面涂了一点梅子酱，这个做法非常日本，就是那种清新甘甜的味道。然后之前有人问我日本鳗梨有没有刺儿，虽然说它没什么大刺儿，但它还是有一些很容易塞牙缝的小刺儿。作为刚才的鳗鱼饭，日本这种鳗鱼饭都有3种吃法，第一种就是直接吃，第二种就是茶泡饭，我最喜欢的一种，这个茶是有点接近抹茶的感觉，茶香味特别浓，然后米饭刚好能够冲淡茶的味道，然后再加上鳗鱼的炭火香味，这个味道特别的高级。鳗鱼还是要白烤才好吃。然后这份是传统的鳗鱼冬，最小份都是一匹，就是一根完整的鳗鱼，然后切成这个样子。不知道它那个最大份的是有几条鳗鱼，但因为这个是照烧酱，虽然它闻起来很香，吃第一口也很爽，但吃到后面还是会腻，所以我们就追加了一份金枪鱼寿喜锅。金枪鱼就是那种不管你怎么做都很好吃的鱼，我们点了一整盘，都够吃2锅了。它煮好之后的那个肉质仍然很嫩，咬下去还是有劲道的。好嫩啊！再来一个香菇，已经吸满了汤汁，鱼肉的味道已经沁到里面了。果然嫩的鱼肉吃起来都像鸡肉一样，再加上这个咸到刚好的汤汁，再就这一碗芥末茶泡饭，你就会领略到日料的快乐。最后不要忘了用一个豆腐收尾，感觉自己还很健康。这种鱼汤豆腐是最好吃的。好啦，今天这顿阿奇推荐指数8.5分，大满足，卡玩意儿。
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很喜欢吃鳗鱼饭，我们今天就探一家稍稍正宗一点的鳗鱼饭专门店。进门还看到了可爱的鳗鱼饭做法插画，这家店真的是只卖鳗鱼饭，连别的配菜都很少。店员上了一杯热茶和一杯冰水，说吃之前喝一杯茶是清理味觉用的。这家店连放筷子的都是小鳗鱼，先上了一份鳗鱼玉子烧。刚开始我还以为它只是淋了一层鳗鱼汁，没想到夹开之后里面居然有一整块鳗鱼。这种玉子烧我还是第一次吃，鲜嫩的鳗鱼加上鸡蛋的香味，味道还是非常独特的。再来一碗这个蒸蛋，当然这里面也是有鳗鱼的，鸡蛋是和鳗鱼一起蒸的，所以蒸蛋里也带一点鳗鱼的鲜味。我们点的鳗鱼饭也开始烤了，先上的是小份的普通鳗鱼饭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这是我点的特级鳗鱼茶泡饭，茶泡饭在鳗鱼饭里面也是一种常见的吃法，这种吃法味道也会比较丰富。不过因为第一次来害怕吃不懂，我们还是请来的服务员为我们讲解一下，大概就是说要分为4个步骤吃。第一遍就是最普通的吃法，我已经闻到肥嫩焦香的鳗鱼味了，这种炭烤的味道就是很香。第2碗我们就用茶泡饭，茶只需要盖到碗的1/3就可以了。喜欢喝茶的朋友可以多加一点，这种茶有一点点抹茶的味道，但又比抹茶清淡，正好中和了酱汁的甜味。鳗鱼本身很软糯，加上很强的炭火香气，最后再带上一点茶的芬芳，不得不说这个味道还是很高级的。唯一的不足就是分量比较少，但总体感觉餐厅的环境、服务和味道还是很不错的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哇伊儿。这家的鳗鱼饭也算是了了我一个心愿。我发现这种店能开几百年还是有它的道理的，因为我来日本之后还没有去吃过比较老字号的鳗鱼店，所以今天就来探一家年份比较久远的专门店。进门看到几个老阿姨，我就对这家店的口味很放心了。店里就是那种统一的百年老店装修风格，菜单都是手写的白纸黑字，基本上等于没有。讲了半天，点了一杯爷爷泡的茶和一份极上重的鳗鱼盖饭，极上重就指的是鳗鱼最多的那个版本，吃起来特别过瘾。套餐里面还带了一个鳗鱼厚蛋烧，我一直很喜欢吃这个，特别是鳗鱼的味道进到那个蛋里面之后，太绝了。然后这家鳗鱼饭有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炭火香味特别浓，可能这就是济州备长炭的好处。师傅把表皮烤得特别的脆，但是鳗鱼的肉又是紧紧连在一块的。秘制的照烧酱和炭火香气合在一块的时候，我就很想感叹鳗鱼饭果然是日本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然后除了这种鳗鱼盖饭，还有一种就是普通的鳗鱼烧。这种套餐里面一般都包含了几种不同的吃法，泡着吃、烤着吃和秋葵一块吃，都是不同的感觉。不过男生点一个上重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，极上还是有点腻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哇伊儿。百名店，它是日本根据网友的评分和投票选出来的100家好店，它不一定贵，但一定是有某些优点的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就是靠味道取胜，真不错呀！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今天我们来的是日本的学艺大学站，这个地方它非常的有精神，感觉这有很多的帅哥和美女，但是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这种犯猪瘾的人，还是不要说那么多废话比较好。我们直接开始吧。等一下，原来卖票机里面真的有人，来日本2年了，第一次看到。到了啊。すみません。さっき電話したのレオです。2名で。他家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居酒屋，3个大酱，10张嗷嗷待哺的嘴，点了我妈咖啡套餐，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是酱油毛豆，突然很想念成都的冷淡杯。第2个小菜一端上来，我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它这个居然是番茄加生姜，它俩组合起来是不是感觉没什么道理？酸咸的姜片让番茄的清香更浓郁了，很像我妈做的糖拌番茄。今天的第一串是烤鸡翅，烧鸟店一般会为了把鸡翅烤得更均匀，还有方便啃，就会像这样切开烤。又到了我们最开心的吃鸡翅的时间。你光是把它的骨头扯下来，就能看到里面发光的油水。当牙齿刚刚穿过那层酥脆的鸡皮，舌头就已经尝到了焦香，是附着在上面炭火的味道，油水和焦香混合在一起，还有点粘嘴，甚至有点像死去的鸡翅突然开始亲吻你的嘴唇。嘿，下一串是我们的老朋友鸡脖子肉，看这个油亮的侧面，非常的优秀。一口下去，那个弹滑的肉筋和里面挤出的肉汁，一瞬间撑满你的整个口腔。此时此刻，别人是人生赢家，我就是烧鸟赢家。接下来鸡翅公鸡胸肉，它用的是鸡的小胸肉，烤出来之后白嫩中透着一点粉红，但是不要被那个外表所欺骗，肉虽然真的超嫩，好了，但是小心芥末把脑鳞盖冲开。接着是油脂大户鸡屁股，这一串就很考师傅手艺了，应该是先用高温烤的，这个皮又薄又脆。鸡油爆珠，果然这种热量高的串吃起来就很满足。接下来这串鸡腿肉还挺有来头的，这种鸡叫卡西蛙，它的脂肪更多，嚼起来的那股油香更浓烈，肉汁也更多，所以特别适合用炭火烤。这个就是被称为日本最高等的鸡肉。我发现在日本就是脂肪越多的动物等级越高，我想应该没人能拒绝得了这串。接下来鹌鹑蛋，这个其实和国内吃起来很像，外面的蛋白又弹又脆，必须撒一点海椒面，里面还是溏心的，怎么有点像在吃鹅肝慕斯。这个叫心管，它的特点是特别入味，所以师傅烤的是甜酱，酱汁会钻进它的每个褶皱里面，有点像把鹅肠卷起来烤，但是又很有弹性。然后是鸡心，他们家是把鸡心剖开来烤，所以我们这次很遗憾喝不到里面的鸡汤了，吃起来酱香浓郁，又保留了鸡心原本的一丢丢腥味，恰到好处的甜味。最后一个串是鸡肝，居然放到了最后，我现在形容它真的很厚实，内心是一点夹生的，微甜的生肝加上那个腥味，再配上这个甜酱，半熟鸡肝真的是怎么都好吃。最后的主食没有想到吧？烧鸟冬啊，鹌鹑蛋、香菇和那个小青椒。轮大酱真的觉得我们太能吃了，我发明了新菜蛋碗龙破。关键是吃完这碗饭，还有一碗中华寿把，这碗面很适合半夜来一碗，这一口热汤下肚，把之前烧鸟的油腻都化解了。总的来说，今天这顿特别值，果然还是这种传统居酒屋有人情味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，好撑啊！